依依早上一来，园区就遇到永宽和姨母一起在树下商量着什么。这时姨母拿着一个雪块走向了正在树上躺着的瑞宝。姨母问瑞宝要不要下来玩会儿雪，还有妈妈和妹妹都去室外了，要不要也去室外？瑞宝小头一歪，根本没有在听姨母的话。姨母在树下感觉自己有点对牛弹琴了，转头看向永宽想要求助。永宽此时同样的一脸无奈与不解，根本帮不上忙。姨母将雪块放在了瑞宝的树下，转身离开，走向永宽寻求对策。而瑞宝低头看了一眼姨母放下的雪后，依旧是小头一歪，谁都不爱，一副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的姿态。而永宽和姨母还没放弃呢，还在一旁探讨着什么，但探讨一阵，最后就是放弃。而瑞宝看到爷爷和姨母走了，状态也明显放松了，又可以偷懒一上午了。而此时辉宝则正跟妈妈在室外努力营业。辉宝一早就来到了树上晒太阳，给自己补补钙，同时看着小脑袋，近距离看着妈妈在树下吃播。看了一会儿，辉宝坐起来跟姨姨们讲，自己保证妈妈没有假吃。一会儿爱宝吃饱了，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通道门口。辉宝看到妈妈又想丢下自己，赶紧从树上下来。爱宝丢娃已成习惯，但辉宝得自己顾好自己。辉宝从树上下来，立马跟上妈妈。妈妈走哪儿，自己就走哪儿，不然哪天妈妈真给自己弄丢了，都找不到人说理去。爱宝正试图给瑞宝从小汽车里拉出来，结果是失败了，因为爱宝已经快拖不动瑞宝了。瑞宝再也不是之前爱宝那可以随意扔着玩重了。今天上午，辉宝想爬上树和姐姐瑞宝一起玩，好吧，他的小土豆腿又一次拖后腿了，爬了半天也没能爬上去。而妈妈爱宝正慢慢爬向小车，一屁股坐在了主驾驶的位置上。这是要发车了吗？姐妹俩看到妈妈去到了自己的小车上，这时回忆突然涌上姐妹俩的心头，这被忽视已久的小车今天再次被一家三口启用了。瑞宝与辉宝都想挤进后座，不过瑞宝辉宝现在的体格已不再是当年的体格，争抢半天，最后辉宝选择让出位置。辉宝从后座爬了出来，我们的瑞宝眼见妹妹离开了，也急着要下车。姐妹俩真是见一个玩多玩，不玩的时候又都不玩，但妈妈似乎还不想让瑞宝离开呢。爱宝和瑞宝俩人一僵持，瑞宝一不小心卡在后座了，这下麻烦了。瑞宝这次卡的角度有点刁钻，半天也没能钻出来。妈妈爱宝只好咬住瑞宝的后颈，努力帮瑞宝脱困，看样子是费了一番力气。不过在妈妈的帮助下，瑞宝最后也成功化险为夷，就是给爱宝咬的腮帮子都累了。一会儿，一家三口又整齐的来到了小床上，妈妈还在场，只是一言不合，瑞宝和辉宝这里又直接开战，这是真不怕妈妈生气啊。辉宝咬了瑞宝一下，而瑞宝有点急了，他朝着辉宝一口咬了上去。糟糕，他咬的是妈妈爱宝。瑞宝这是错以为自己咬的是辉宝吧？妈妈爱宝已经无语了，这俩小家伙真闹人。但爱宝并没有责怪瑞宝，不然将会转变成一场3个人的混战。瑞宝发现不对劲后，立马松了口，转而扑向辉宝。这一下可算没认错自己的妹妹，两只小家伙就这样你来我往，各不相让。当然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姐妹俩彼此都没有用劲去咬。她们虽然喜欢打闹，但她们可是非常相亲相爱的。最终，妈妈爱宝出面制止了这场争斗，而且下班的时候也都很快。那么另一头，再看看我们的乐宝，宋爷爷在门口拍了半天手，乐宝一点反应也没有。看乐宝睡得这么沉，宋爷爷也不忍叫醒乐宝了，宋爷爷只好关门，等乐宝自己睡醒再说。爱宝携手姐妹俩一块齐刷刷的等下班，这场景也是前所未闻了。刚开始时，这一家三口还各干各的呢，突然一个神奇的心灵感应，瑞宝这里就从小滑梯上下来了，径直走向了妈妈所在的通道门口。瑞宝走到妈妈身边，爱宝将其搂进了怀里，这宠溺的小动作给姨姨们看的心里暖暖的。就这样，瑞宝陪着妈妈一起坐在了通道门口等开门，而这时辉宝也慢慢从后面走了过来。爱宝听到了奶爸门开的声音，走过去查看。瑞宝、辉宝这里则紧跟其后，一左一右围绕在妈妈身边。一家三口敲完门后，又整齐的回到通道门口继续等待。这一家三口都急着要下班的样子，真是让饲养员和姨姨们开了眼。这以后收熊简直不要太轻松了。一会儿通道门打开，爱宝走在前面，瑞宝、辉宝跟在后面，很快就完成了回家的任务。而此时，隔壁的乐宝都等不及了，乐宝等不及的在奶爸的通道门口撒了一泡大的，这要是奶爸一开门，都得溜进房间里。乐宝这一行为着实有点调皮了。乐宝情绪上来也不是那么好哄的，刚才自己想回家你不开门，现在你开门了，本乐大爷又不想回去了。乐宝坐在小亭子上，静静地看着打开的通道门口，思量了好一会儿，
才自己给自己哄消气，这才走回了家。乐宝真是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有多喜欢永宽给自己制作的这个冰床，而永宽看到乐宝如此给面儿，也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这小日记快要赶上一天一篇了，看到乐宝玩耍自己制作的玩具就很开心了。只不过姨姨们都好奇，乐宝这个样子真的不动屁股吗？瑞宝今天都嫌冷，没去室外玩耍。辉宝这里在外面玩耍一会儿后，也回到了园区。只有乐宝在室外怎么带都带不够，可能最近到了繁殖期，乐宝内心火热，刚好借助这雪天给自己消消火。这2天宝家是快乐了，永宽这里这2天都快累屁了，但永宽不说，永宽始终活力满满。而对于乐宝这动不动就采摘南川宝或园区其他植物的行为，江爷爷也开始考虑这个冬天过后该怎么继续装修一下园区了。姐妹俩今天直接一觉睡到了下班点，先是辉宝醒了过来，辉宝醒后来到小亭子上吃了一些竹子，辉宝这是饿坏了，上午在室外园区玩了一上午，回来就睡觉了。这刚睡醒，胃口大开，吃完小亭子上的竹子后，辉宝又重新爬回小树，因为树上还有一些竹子。等所有竹子被姐妹俩消灭干净后，姐妹俩来到妈妈这里。瑞宝最近更换了产青团的位置，不在草丛里拉了，而是改到了小滑梯下面。就在瑞宝产完青团时，江爷爷在通道门口喊他们回家了。这次一家3口没有一个犹豫的，径直向通道门口走来。虽然回家的路只有一条，但这一家3口却走出了兵分3路的感觉。尤其是瑞宝这里，今天非要从小亭子离地面最高的地方下来。不过好在咱瑞宝的条件摆在这里，这个落地姨姨们都给出了10分的高分。今天爱宝这边回家都很顺利，而乐宝这里这时还在睡梦中。不过通道门已经为乐宝打开了，等乐宝睡醒自己就会回去了。瑞宝还当自己是10几斤的时候呢，90斤的体格子说踩妈妈身上就踩妈妈身上了。大熊猫真是小的时候自己遭罪，大了才是妈妈遭罪。以前爱宝怎么摔辉宝的，辉宝都慢慢踩回来了。不过爱宝对瑞宝辉宝的爱一点也没变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小时候。例如今天辉宝非要嘚瑟往树上爬，结果爬到一半发现自己卡在了塑料护栏的中间，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去。爱宝见状立马上前抢救，爱宝伸出手扶着辉宝，给辉宝接了过来，揽到了滑梯平台上。小时候也一样，辉宝爬树爬到一半，结果手上力气抓不住了，倒吊在小树上。爱宝见状便立马走了过来，但结果是爱宝没踩稳，比辉宝先摔了下去。摔下去后爱宝也没有立马起身离开，而是伸手给辉宝接了下来。爱宝的爱自始至终都没变过，只是孩子大了，爱宝更多的需要子女的陪伴了。看到瑞宝辉宝在跟对方玩耍时，自己也想参与进去。爱宝虽然当妈妈了，但是也想跟瑞宝辉宝一样打打闹闹。一家3口今天边玩边吃，尽显温馨与舒适，状态上简直不要太放松。爱宝这里嘴里的竹子还没吃完呢就睡着了，这种的松弛感让每个游客看了都羡慕。让爷爷抱着瑞宝想跟游客们打招呼示意，今天的营业到此为止了。结果晃荡了半天瑞宝的身子，发现根本晃不动。此时瑞宝表示，爷爷晃得很好，但下次不要再晃了，这样姨姨们会误以为我很胖呢。江爷爷立马跟辉宝道歉，表示不好意思了，然后抱着瑞宝回了家。回家想了半天的辉宝还是不放心，又从家里跑出来，打算自己跟姨姨们解释一下。很快江爷爷就跟了出来。江爷爷问瑞宝，你这是想跟姨姨们解释体重，还是在室外没玩够想再跑出来玩？瑞宝一个劲儿的想往树上爬。瑞宝知道只要自己爬到树上，爷爷就拿自己没办法，但是守在旁边的江爷爷是不会让瑞宝如愿的。而此时瑞宝的小聪明完全体现了出来，不愧是被评为先思考再行动的小熊，小年纪都跟爷爷玩上策略了。瑞宝先是假装自己很忙，让爷爷放心，表示自己不会再往树上爬，混淆爷爷的注意，然后趁爷爷走神的功夫赶紧抱着小树往上爬。而此时早回家的辉宝一定在想，姐姐今天怎么能在外面玩这么久，怎么自己回来的这么早，自己下次一定不跟宋3岁下班。不过咱就是说，刚才辉宝在室外园区跟宋爷爷玩的不是也很开心的吗？给宋爷爷戏耍的团团转。姐妹俩统一战略都是趁爷爷不注意往树上爬，等爷爷将自己抱下来后又反抗爷爷，让爷爷不要多管闲事。不过瑞宝这里也没有在外面玩很久，江爷爷将瑞宝放在小滑梯上，让其又待了一会儿，而自己则顺便检查了一下园区里的设施。瑞宝今天的延长下班也让最后一批观看的姨姨们感到了开心，因为多看了至少5分钟的瑞宝。而此时天也黑了下来，室内园区的光亮开始靠灯光照亮。而江爷爷检查了一圈园区后，便将瑞宝接回了家。在室外多玩耍了一会儿的瑞宝
也心满意足了，没有再跟爷爷调皮，心甘情愿地跟着爷爷回了家。